朋友們，今天我們來看一條很典型的德語媒體视頻。表面看，它講的是中國国民黨主席訪問大陸這件事。可如果你把這條片子完整看完，再把評論區翻一遍，你就會發現，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這次訪問本身，而是德國媒體到底怎麼定義這件事，德國觀眾又買不買這個定義。這條視頻一開頭就把基調定得很死。主持人先說，這是將近10年來第一次有台灣最大在野黨的黨主席和中國最高層見面，象徵意義非常大。接着馬上又補一句，國民黨被看作對大陸比較友善，而北京把台灣看成自己領土的一部分，必要時甚至會動武。然後主持人再把伊朗戰爭和美國軍力分散這個背景塞進去。問一句，在這樣的局勢下，這次會面到底該怎麼看？你看，這個開場其實已經把整條視頻的敘事路線寫好了。它不是從交流能不能減少誤判這個方向切入，也不是從台灣內部本來就存在不同路線這個角度切入。它一上來就把事件裝進了另一個框裡，大陸在施壓，台灣則承受風險。而這次訪問可能正在給北京帶來額外的政治收益。隨後出場的嘉賓是德國莫卡托研究中心的 Bernhard Bach。公開資料顯示，他在莫卡托的職務是對外關係負責人，研究重點是德國和歐洲對華關係、中歐經貿關係以及中國作為全球行動者的角色。這個背景很關鍵，因為德國電視2台請來的不是一個完全中性的路人觀察者，而是歐洲對華政策話語圈裡非常典型的一類人。更進一步說，莫卡托這個機構本來長期站在歐洲對華強硬敘事的一側，公開資料裡也能查到，這個機構在2021年曾被中方列入制裁對象，而且莫卡托研究中心裡有幾個人也被列入制裁對象。接下來 Bach 給出了核心判斷，非常直接，他承認這次見面具有歷史意義，但他馬上又說，這首先不是和平進程，而更像宣傳動作。理由也很簡單，在他的說法裡，國民黨現在不是執政黨，民調也不算強，所以根本沒有資格代表台灣去推動什麼真正的和平安排。那這次訪問最現實的作用是什麼？在他看來，這是讓北京可以向外界展示，你看，台灣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島內還有政治力量願意和大陸談，甚至願意在某些敘事上向大陸靠近。這就是整條視頻最核心的潛台詞。德國電視2台真正想告訴德國觀眾的，不是有一次對話發生了，而是北京正在利用台灣內部的分裂，把統一敘事往前推。所以你會發現，在這條片子裡，大陸的所有動作都被放進同一套解釋框架裡。硬的一手是軍演、繞台、紅線前推、心理施壓。軟的一手是接待在野黨，給對話空間，展示願意交流的姿態。可在德國電視2台這裡，這2手最後都被解釋成一回事，都是為了讓台灣社會慢慢接受一個預設，那就是繼續對抗的代價越來越高，早點進入大陸主導的談判框架，也許才是現實。朋友們，問題就出在這裡。如果軍演被定義為威脅，對話也被定義成威脅，那在這種敘事裡，大陸無論做什麼，答案其實都提前寫好了。你強硬，他說你是擴張；你緩和，他說你在統戰；你施壓，他說你危險；你邀請交流，還是說你危險。這樣一來，這就不再是分析，而是一種結論先行的解釋體系。而且這條視頻裡還有一個德媒常見處理方式，就是形式上會提一句北京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真正的敘事重心並不是站在中國國家統一的邏輯上理解問題，而是默認把台灣放在一個需要被單獨保護、單獨分析、單獨計算命運的位置上。字幕裡甚至直接用了民主島國的這種說法，也就是說，嘴上不一定每次都說所謂獨立國家，但敘事結構已經很接近那個方向了。這條片子裡還有第2層預設，就是把台灣內部主張和大陸溝通的政治力量天然打上可疑標籤。
你會發現，國民黨在這個視頻裡，並不是以島內一個真實存在的政治路線出現的，而是以會不會被北京利用的對象出現。好像只要你主張交流、主張降溫、主張先避免戰爭，你就得先證明自己沒有替大陸做宣傳。第三層預設，則是美國兜底這件事。Barch 在採訪裡反覆強調，現在台灣內部的不安在上升。原因之一是美國的支持不再像過去那樣穩了，尤其伊朗戰爭爆發之後，美國的軍火庫存、部隊部署、注意力分配，都讓台灣擔心，一旦真正出事，自己未必還像過去那樣等來足夠支持。德國電視2台想借這一點告訴觀眾，台灣內部之所以有人重新強調對話，不是因為統一邏輯突然變強了，而是因為美國對台灣承諾的信心在下降。這裡就暴露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邏輯：德美表面上是在討論兩岸問題，實際上他心裡最在意的仍然是美國這張牌到底還穩不穩。換句話說，他並不真的相信兩岸自己對話能解決多少問題，他更關心的是，美國如果抽不開身，台灣會不會因此被迫調整路線。視頻最後還有一個很關鍵的詞，叫做混合戰爭。Barch 的判斷是，未來幾年未必馬上出現全面軍事入侵，但在他看來，低於全面戰爭門檻的敵對行動其實早就在發生了，包括軍機活動、網絡攻擊、外交施壓、政治壓力，甚至整個輿論環境的塑造。這個說法的作用很大，因為一旦你接受了混合戰爭這個框架，從此以後，兩岸之間幾乎所有接觸都可以被重新定義。原本可以屬於政治溝通的動作會被裝進戰爭的一部分，原本可能屬於島內路線競爭的現象也會被解釋成外部滲透的結果。說白了，這條視頻不是在單純講新聞，它是在給德國觀眾發一份說明書。這份說明書的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話：大陸不是在爭取統一，而是在多維度施壓；台灣不是在處理內部路線分歧，而是在抵禦外部威脅。凡是主張與大陸緩和關係的力量都要高度懷疑。但真正有意思的不是視頻本身，而是評論區完全沒有照着這個邏輯走。可以把網友評論分成5類。第一類評論是直接反感德國電視2台立場的，有人專門點標題說，如果只是寫台灣反對派訪問中國，那還是個中性標題，可你偏偏要加上在威脅之下或背後到底是什麼，這就明顯是先把反華濾鏡套上去了。還有人更直接說，德國公共電視台又開始操心世界大事了，可自己國內一堆問題卻不怎麼管。還有評論一句話就把這條視頻定性成恐怖制造。第二類視頻是強調能談總比開打好。這類評論在樣本裡很醒目，點讚最高的一條之一就說，人和人願意對話，總比立刻拿起炸彈和軍事行動回應要好。還有一條嘲諷得很直接，說，哎呀，我的天，他們居然在搞和平，這怎麼行？你能感覺出來，很多觀眾並不接受媒體把對話自動翻譯成宣傳勝利。在他們看來，至少談起來總比繼續往戰爭方向頂上去要正常得多。第三類評論是明確的一中立場，或者至少反對把國民黨簡單打成親中投降派。在典型的評論裡明確說，國民黨主席在會後講得很清楚，他堅持所謂9·2共識，也就是台灣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並且反對台灣獨立。還有評論說得更直白，說台灣屬於中國，只要台灣方面不主動改變現狀，就不會有戰爭。還有人強調，國民黨並不是外界嘴裡那種簡單的向大陸投降，而是希望維持現狀，只是路線和民進黨不同。第四類評論是把台灣問題看成美國和西方地緣工具的人。這類評論裡有人說，台灣不該成為美國地緣戰略的棋子，也不該淪為中美競爭中的代理戰場。還有人反過來說，中國是在保衛自己的島嶼，真正有吞併企圖的是美國和日本。這種說法你未必完全認同，但它說明一件事，至少在這條視頻下面，很多德國觀眾並不自動接受西方是在保護台灣這一套敘事。他們會先懷疑西方到底是真正的關心台灣，還是把台灣當籌碼。第五類評論是支持台灣現行制度和所謂民主敘事的，這類聲音也有，
比如，有人專門誇台灣的社會福利、治安、教育、環保和新聞自由，認為台灣的發展路徑值得肯定。也有人說台灣是民主社會，不願意被大陸統一。這說明評論區並不是單一方向，它並不是一邊倒的親大陸。可就熱評觀感來說，最強的情緒不是跟着德國電視2台一起擔心國民黨訪陸，而是你這個德國媒體是不是又在帶節奏？還有一類很有意思的評論是提醒大家注意評論區裡的機器人和輿論操控。有人說，光看文字很難辨認機器人和真人，所以最好看賬號名、發帖時間，尤其是視頻剛上傳就出現了大量統一口徑評論。這一點其實也很能說明問題，連普通觀眾都已經默認，今天的國際議題評論區很可能同時存在真觀點、情緒宣洩和輿論操作。換句話說，大家不僅不再無條件相信媒體，也不再無條件相信評論區本身。所以，把視頻內容、受訪者背景和評論區反應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一個很有代表性的現象。德國電視2台本來想講的是，北京正在借國民黨訪陸製造政治突破口，台灣內部有人被北京敘事牽着走，德國觀眾應該警惕這種信號。但評論區很多人最後得出的結論卻是，真正急着搶解釋權的，也許恰恰是德國電視2台你自己。他一邊說別人做宣傳，一邊把所有對話都提前解釋成宣傳，一邊說自己是在分析風險，一邊把島內本來就存在政治分歧壓扁成親中和反中的2選1，一邊說自己擔心戰爭，卻又把任何降溫動作都先按可疑處理。這就是這條視頻最尷尬的地方。他看上去是在分析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策略，實際上也暴露了德國主流媒體自己的焦慮。這個焦慮不只是怕大陸影響力變強，更是怕對話可以減少風險這件事開始重新獲得政治空間。一旦越來越多人覺得交流不一定等於投降，降溫不一定等於被統戰，那麼西方長期維持的那套對華敘事就會開始出現裂縫。所以，如果把這條視頻翻譯成人話，他真正想說的就是，大陸不管是施壓還是對話，我們都要把它理解成一個更大計劃的一部分。國民黨不管是出於避戰、現實考量，還是島內選舉布局，我們都要優先懷疑他是不是在幫北京打開口子。而台灣內部之所以出現重新強調交流的聲音，本質上是因為美國的承諾沒有過去那麼讓人放心了。朋友們，我的總結可以壓成3句話。第一，德國電視2台這條視頻不是一條中性介紹新聞的視頻，而是一條立場非常鮮明的解釋型視頻。第二，他請來的嘉賓來自麥卡托這個機構，這本身就決定了節目更傾向於把兩岸接觸解釋成北京的敘事收益，而不是把它當成降溫動作來理解。第三，評論區並沒有完全買賬。至少最強的幾種聲音是反感德國電視2台預設立場，支持雙方對話，反對把台灣繼續當成西方地緣工具，同時也夾雜着支持台灣現行制度、警惕大陸影響力的聲音。也就是說，觀眾的反應比節目本身複雜得多。最後一句，這條視頻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他怎麼講國民黨訪陸，而是他無意中暴露出，今天德國主流媒體在台灣問題上已經越來越難把自己的立場偽裝成純客觀分析了。過去他說這個價值問題，很多人會照單全收。現在他再這麼說，越來越多觀眾會先反問一句：你到底是在解釋現實，還是在替某種既定立場搶解釋權？朋友們，這才是這條視頻的後勁所在。好的，我們接着看看一些網民評論。怎麼看第一條評論？德國廣播電視台本身就是以色列的宣傳工具。繼續往下看。中國與台灣地區政治人士開展對話，德國電視2台說，這明顯是宣傳。美國中斷談判，並夥同以色列轟炸其他國家。德國電視2台說，情況很複雜啊，而且以色列擁有自衛權，懂的都懂。再往下，台灣不應成為美國地緣政治戰略中的棋子或工具，應避免在中美兩大強國的競爭中出現代理人戰爭。
下一則，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與習近平會面後的記者會上明確表示，他堅持九二共識，即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同時反對台灣獨立。德國的那些反華狂熱分子首先得把這點記清楚。繼續往下，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秉持與大陸對話、和平發展的路線，而台灣的民進黨則採取對抗路線，其分裂主義行徑與相關舉動引發對立，破壞台灣和平穩定。西方媒體對此會有不同解讀，因為戰爭是軍工產業重要的盈利驅動力。在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的背景下，尤其是俄烏衝突與加沙地帶衝突，全球最大軍火生產商的營收創下歷史新高。2024年相關營收預計將達6790億美元。再往下，這又是什麼離譜論調？實際上，全世界基本都默認台灣屬於中國，所以台灣才幾乎沒有所謂駐外使館。在德國也同樣沒有。下一則，人與人之間、各方之間能夠坐下來對話溝通，總比一上來就動用炸彈或軍事行動要好得多。繼續往下，別再滿口民主這套說辭了，美國不就是你們推崇的民主典範嗎？那個你們無比熱愛、最富有也最民主的美國。你們一邊無視美國發動無數場戰爭的事實，一邊卻把中國真正的和平進程污衊為宣傳，這簡直是無恥至極！別再對中國指手畫腳，我們中國人必將實現和平統一。再往下，你們嘴上說着別人搞宣傳，結果你們自己才是搞宣傳那個，經典操作。下一則，還能指望德國電視2台什麼呢？它不過是美國和以色列的喉舌罷了。繼續往下，我們應當保持批判性思維。西方媒體對中國的真實情況進行了歪曲報道，凡是去過中國的人都會驚訝地發現，大部分關於中國的媒體報道都與事實不符。繼續往下，他們居然真在對話，這對我們這些身處價值西方的人來說，是一幅完全陌生的畫面。自特朗普的全面攻擊以及圍繞馬杜羅的一系列荒誕事件以來，西方更傾向於保持沉默或是施加壓力。據統計，過去幾十年間的歷任美國總統在全球範圍內策劃或參與了超過65次政權更迭，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卻直接與台灣地區的反對黨坐下來談判對話，而非干涉，這怎麼行？那套累世不爽的外交拆遷戰術又去哪兒了？好的，再往下啊。德國的宣傳機構總是不停地指責別人在搞宣傳，哈哈哈哈哈。下一則，德國電視2台把我們當傻子了。德國莫卡托中國研究中心本來就是個反華機構。繼續往下，整天把中國宣傳掛在嘴邊，結果你們卻在德國幫以色列搞宣傳。下一則，這段視頻視角片面狹隘，讓我非常不適。從主持人第一句話開始就不對勁，根本看不下去，簡直是胡說八道。繼續往下，和北京之間又沒出現局勢升級，德國電視2台的宣傳機器似乎還為此感到惋惜。再往下，中立的標題本該是台灣地區反對黨人士到訪中國大陸，而反華標題就成了儘管面臨威脅，背後另有圖謀。而且民進黨當局是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行徑的國際資金來源之一，台灣捐款了16萬美元，中國就該像美國對待古巴那樣對待台灣。德國電視2台呀，你們對古巴的事也一概不報，虛偽至極。再往下，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就連所有西方國家也都是這麼看待的。下則，其實呀，根本不是在乎台灣，真正讓我們感興趣的是台積電及其芯片產業，至少這才是我們西方關心台灣局勢的唯一原因。
下一則，你們的敘事框架很重要，一旦腦子裡先入為主被帶了節奏，就根本無法貼近現實思考。中國對台政策始終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同時，在統一方式上明確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目的是遏制外部勢力干涉。這和你們一開始聲稱的必要時以武力接管完全不是一回事。繼續往下，看到德國媒體，比如這家公共廣播電視機構德國電視2台如此嘀嘀咕咕，實在既可笑又可悲。你們要麼無法，要麼不願理解，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可能至少是切實存在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會支持這樣的和平方案，為之感到欣慰。可在西方卻並非如此，相反，二戰以來，美國對台軍售、武裝台灣，並為其撐腰，卻被視作積極且理所當然的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一直被抹黑成反派，完全不帶任何歷史認知。下一則，你們當然不樂見兩岸和平共處，這簡直太典型了。你們實在可悲又令人無法忍受，真他媽惡心。繼續往下，放心好了，中國自然會捍衛自己的台灣島，抵禦美國和日本的吞併圖謀。下一則，我的天，他們居然在謀求和平，這可萬萬不可行啊！好的，咱們看最後一條評論。德國和歐盟已經根本無法想象和平共處是什麼樣子了，更何況歐盟在世界政治中早已無足輕重，真是可笑。好的，各位朋友，翻譯評論就到這裡。大家一定發現了，大部分網友的評論是很理智的，不僅沒被德國電視2台帶節奏，大部分網友甚至人間清醒，毫不客氣地數落德國媒體自己在搞認知戰。好的，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各位，咱們下期見。